这个探讨一下哈，就说 CHSH 里面的这个 game 里面的这个程式怎么样设计这样嘿。那因为 IBM 的网站上面它提供完整的这个 source code 嘿，那我来帮各位来简单的带领阅读一下嘿，然后就说各位有机会的话就自己再上去跑一下。所以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Qscode 哈 Qskit code 的话，大概就是先把这个载入这样嘿，好，我就想办法来拉我的那个整个进来这样哈。所以这个画面各位就是说自己要稍微再认真的哈，就是说自己在不断的去练习这样嘿。那这个我的习惯性就是会先把这3个弄进来哈。好，那弄进来很简单，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先新增一个笔记本嘿。好，那在新增的过程里面的话，就是说它会稍微慢一下，但是启动会比较慢一点嘿。然后就是一样这习惯性因为我这个去休息一下，吃个饭再回来跑这个程式，所以电脑已经被我关掉了所以原则上我还是习惯让它再跑一下再跑一下这样好，那这样的话跑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就变成很简单就把它那个整个背景把它载进来把它载进来这样好，那载进来的话就是刚刚讲过说这个还好这速度这样看起来还可以在跑的过程里面那个底层的那个 Jupyter Notebook 它大概是这样那我就先拉一个，那我就来开始怎样，先把基本环境先把它怎样，先把它抠进来就刚刚看了投影片有没有？等于说我这边就把这一个circuit 抓进来那因为它要找一些 sample， 所以我要用 AER 的这一个的一个 sample 来跑一些样本的一些机制这样那我就抠一个 numerical 的那些 Python 进来那把它弄成拍那这个还有包括那个整个随机的部分我就 run 它一下，把它整个载进来，那载进来没问题，我们就来跑一下这一个。那这个的话大概在讲义上面的话就是说等于是刚刚已经把这个简单的跑一下了那跑一下的话，这个是整个它的 code 那整个 code 跑下来的话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来简单的测一下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测一下，我再拉一块出来那我刚刚已经把这个抠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必再把那个拉过来了好，那这个是 5.2 那我就来执行看看。那它本身来讲的话，它并没有什么的一个动作这样它应该有执行起来它因为它这只是建一个环境而已建一个环境好，那环境建好了呢我们就所以我这边已经把它整环，就是说等于是把这个赢的话是回传1那输的话回传0这样那中间就建那些 channel， 我们看出来那建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往下看那这边就比较麻烦这个边就变得相当的一个麻烦这样那还有它的 source code那我先把它建完所以我在官网站所提供的 5.5.3 好，我再把那个 5.5.3 把它拷进来所以这个程式码非常非常多这样好，那我就把它特别细分了以后那细分还一样就是说我还是把这一个 circuit 把它跑起来所以这些小细节是可能要再慢慢的去把玩这样它就已经建好了。那既然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所以呢必须怎么办呢要再把它怎样呢把它画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记得一定要补这个 MPL， 要不然都看不出来这样所以我就来补一下那如果说在这一个就说如果说直接在哪里呢，在我们的 IBM 的那个Quantum Lab 里头的那个 Lab 里面执行呢，就不用再打 MPL 好，那这个执行以后你可以看到还不错，它就画出4个 possible 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有这一个出的考题是00的考题，或出的考题是01的考题，或出的考题是10的考题，或出的考题是11的考题，有没有那是按照我们前面的做法，就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的这个 circuit 所以这些 circuit 到时候可以再仔细的去把玩一下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困难没有什么太困难好，那画完以后的话，就是说我就准备开始模拟啦这刚刚已经看出来我们有4个
有4个，我们看到嘿，这个依序有4个这样嘿。好，这个没有问题嘿，我是不是打字打错了？我看一下哈。好，真的是我打字打错了哈。这里是0001，好，那10哈，这应该是11嘿，这应该是11这样哈。好，这个因为每一个都是我慢慢敲的嘿，这个敲的都会昏天暗地这样哈。好，那最后的话就是说job 哈，这个 use 哈，就是一个我们准备要 run 一个工作，好，干嘛呢？就对它那个模拟器去 run 的 circuit 嘿，好，那 in 这个 single time for given input x， 我们给它跑一个single time 这样嘿，所以我们这来跑5.5 这样嘿。好，我就把5.5拷进来，好的，这个 source code 我都已经帮你们整理好了，所以到时候你们可以在修这个课的时候可以下载这些 code 这样。好，那我就再把它载进来嘿，跑一遍。那跑一遍，因为它只是布一个局而已，布一个局，因为它 single 嘛 ，single， 所以它跑出来的结果并没有什么 result， 所以因此我们最后就怎么办呢？我要大量的跑没有，所以我就准备一个5.6的 code 出来这样嘿。好，那我们就来跑一下这个5.6。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来再 run 一下。那等于是说，那它的跑法就是说用讲义上是写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跑的怎样？我们准备跑1000次有没有？那跑个1000次，那1000次它就会赢输，嘿，它竟然高到多少？86.1%，嘿，这个就是跟我们理论分析的值是接近这样嘿，那甚至还高出了一点点这样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整个在跑的过程里面。就是这种 approach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approach 这样哈，所以整个模拟过程里面的话，并没有很难哈，难的话就是说我没有细讲里面的每一个statement 哈，因为每一个 statement 如果说很细的话，大概要讲个几十分钟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就是说你可以针对他那个每一个 statement 去查一下这个详细 user manual 哈，那自己可以一行一行的慢慢把玩这样哈，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我比较重视它整个模型的分析，嘿，那还有这一个给的一些 sample code， 我们可以让它跑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哈。好，所以原则上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一章就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又另外的一个 game 这个 game 这样，嘿，那也是用一个量子相关的这些纠缠的机制，让整个系统变成这样变成非常的有关联性这样，嘿，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不错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哈，所以同学们就会针对这些案例呢，那再稍加琢磨我想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感觉哈。那学量子的一开始一定是会比较迷惘哈，所以当初这个他们几个大师不知道是爱因斯坦还是哪几个大师讲，你真的能够把那个量子物理讲清楚的话，就不是量子物理这样嘿。可是不行哈，所以他们最近为了要能够真正在量子电脑上来执行这些程式的话。所以很多的模组会越来越清楚，这样那这个大家各位就是必须再花点时间去修炼这样好，那我们这一章呢就先在这边结束。